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趙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陳富雄委員、顏蔚慈議員、黃暐瀚先生、連沛祥委員、陳鳳馨小姐。川普警告一再警告啊，說呢威脅把伊朗的電廠跟橋梁通通打掉，電廠日、橋梁日哦。那另外呢，這個說你在我們的明天啊，你要把荷姆茲海峽開放，否則讓你伊朗一夜被摧毀，一夜就把你通通幹掉哦。那因為他是要打人家的電廠、什麼橋梁這些。歐盟就說，針對民生設施是違法的行為，不可以的。民生設施你沒打，川普哪管那麼多呢？他要打就打，他管你哦。那另外呢，這個川普說，伊朗人呢是願意用停電換自由的。我們把他電廠炸掉，伊朗人很高興。為什麼？伊朗電廠炸了以後，伊朗政府打不下去了，就給人民自由了。哦，我覺得他腦筋有一點問題哈、哦。那伊朗高層就說，你再講啊，更夠哦。再多講一點，越講人家越看到你哦。川普原來是什麼樣的人？那另外呢，川普說要打他的電廠，所以伊朗現在呼籲年輕人組成人肉鏈哦，然後呢保護發電廠，要什麼樣的人去呢？要年輕人、運動員、藝術家、學生、大學生、教授，通通站起來哦，在台灣7號上午9點30分。就是當地時間下午2點，希望大家緊聚在發電廠周圍，把發電廠圍起來，打發電廠就把我們都打死，讓國際看看川普多麼狠，多麼毒。然後呢，伊朗提出10點停戰方案，他願意開放荷姆茲海峽，不跟美國索賠，但是呢要收過路費，一個船200萬美金，用人民幣計價，當戰爭的賠償哦，而且希望永久性這個結束，而且你們各國要保證我的安全。那川普說，是有進步，但是呢，不夠好，我不滿意這個10點哦。那有一個奇怪的，就是美國的末日飛機叫E4B 守夜者哦，突然最近升空了，升空在美國这邊升空哦，那到底幹嘛哦？因為呢，以前他打這個別的地方的時候呢，也比如他打像這個委內瑞拉或者打這個伊拉克的時候，這個飛機也升空。它升空是不是就代表在幹嘛？哦，有什麼要做什麼攻擊哈？那川普說想要伊朗的石油，他說終於露出馬腳了，講了個半天哦，原來只講說我要把他的無人機炸掉、飛彈炸掉啊，把他的這個濃縮鈾礦啊這個搶過來啊，哦，之前也沒有提荷姆茲海峽，現在就說我當時就要荷姆茲海峽開放啊，當時也沒提說石油，現在說我要想伊朗的石油。委內瑞拉石油都給我的，為什麼伊朗不能給我呢？哦，美國人不挺，美國人腦筋壞，搞不懂我這個深謀遠慮啊！哦，而且呢，這樣如果要去搶人家的石油，可能要地面作戰了。那美國人又反對我地面作戰，說什麼打了地面作戰就可能像打越南一樣啊，就可能像打這個其他的地方一樣啊。哦，所以委內在當時去這個打好幾個地方。每個地方都可能有派地面作戰去啊，地面部隊去啊，那沒有不准我派地面部隊，只讓我空炸，我怎麼搶石油呢？石油搶要地面部隊出動啊，老美就不贊成啊，所以川普現在對這個他的這個美國同胞很不滿意哈。另外呢，這個亞洲5個國家跟伊朗悄悄達成協議，菲律賓、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度、中國，就讓我走荷姆茲海峽哦，什麼內容不清楚啊，是不是付了錢還是怎樣哈？那另外呢，川普罵日本、韓國、北約，哦，你們這些國家哦，我們美國都保護你們，現在叫你們出兵，你們都不願意出兵，哦，很可惡哦。看一下 The entire country can be taken out in one night, and that night might be tomorrow night. 伊朗大限進入倒數計時，美國總統川普再拋最後通牒，不同意停火協議，就等着被一夜摧毀。Tomorrow, even more than today. And then Iran has a choice. Choose wisely, because this president does not play around. 美方證實收到調停國巴基斯坦的45天停火提案，伊朗軍方卻無視川普警告，誓言將繼續攻擊。لفاظی‌های بی‌ادبانه، گستاخانه و تهدیدهای بی‌اساس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آمریکا که ناشی از گرفتاری در بنبست و توجیه شکست‌های پی در پی ارتش آمریکاست.
美伊停火卡關，德黑蘭飽受戰火摧殘，謝里夫理工大學遭空襲，被迫停課。東部一處住宅區也有10多棟建築受損，留下滿地瓦礫。阿扎迪廣場在傍晚傳來爆炸聲，伴隨濃煙升起。以色列聲稱夜襲德黑蘭多座機場，削弱伊朗空軍戰力。ישראל חזקה מאי פעם, ומשטר הטרור באיראן חלש מאי פעם。不止首都遇襲，伊朗中部宗教中心庫姆也被當作打擊目標。紅新月會成員在廢墟中全力搜救。繼上周襲擊伊朗第2大石化設施後，以軍再度出手癱瘓境內最大的耶南帕爾斯石化廠，導致伊朗約85%的石化出口停擺，對伊朗政權造成數百億美元的經濟打擊。來，陳大佬，主持人。你周末出國去享受人生，我陷入憂國憂民的思考。那我有一點小心得，我覺得我們都說我們是法治的社會，其實不是，人治的色彩的分量是很濃。不管是國外，不管是我們本國，每一個地方，你想想看，今天美國的總統如果不是川普，是賀錦麗，或者是那個拜登連任，今天會有這些對等關稅。今天會有對伊朗的戰爭，會有這一些莫名其妙的胡作胡為的事情嗎？不會。還有另外看我們今天，如果國民黨的黨主席改選，是你支持的郝龍斌當選，你覺得郝龍斌也許也會去北京，但是絕對不是今天，不會那麼快了。也不會是興高采烈、滿心歡喜、充滿自信的帶隊去，所以是人治啊，不是法治，因為法治給人的空間太大了，所以我記得有一個外電報道說，當時支持川普的人有部分現在已經後悔。是的，是啊，不那個後悔，因為那個民調是很客氣的，所以他那個說隱含着後悔的成分在裡頭，其實是很淡的哈。但是我認為啊，要講到這個明天早上8點台北時間的最後通牒，我認為伊朗不會屈服的，因為你要看這個戰爭是怎麼開始的。我們正在談判中，還有一些眉目的時候，你不先通知就打了，而且打得很兇，而且把我們的國家元首斬首了，死光光。哎，而且不是斬首一個，一連就斬首了50多個，49個啊，對，50幾個，第一次49，接着又打了好幾個。所以啊，你川普是誤判而陷入了這個沒有辦法抽腿的境界，所以現在你說就停火。我想人類有史以來的打仗，沒有用這樣開始的，而可以這麼輕易的就說協議啊、和談啊，或者是停火簽約啊，是不容易的。因為兩邊都摸清楚的對方的底，而且兩邊都曉得我還有什麼東西，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撐。那我覺得伊朗啊，雖然比較慘，而且相當的比較慘，但是他覺得我可以跟你拼到最後哈。我不見得會輸，那這個其實川普美國方面的傷除了錢花很多以外，其實他人員啊什麼相對都是小事，但是在時間真的不在他這一邊，但是他現在威脅說你霍姆茲海峽一定要在明天早上8點要開放啊，你不能用借這個機會練錢，而且完全打消。去就是讓我原先的目的顯得很難看啊！原先我說要搶到那個羅索佑，然後要把政權移轉，都沒有做到啊！因為你不敢登陸，這2個就不容易做到，所以你現在就變成海峽是關鍵，而海峽的關鍵是因為油的關係。但是我覺得川普既然講了，因為這個人是臉皮不能再沒有光彩。那伊朗呢？是這個此恨綿綿無絕期，真的綿綿無盡期。所以明天我覺得會再狠狠的轟炸一次，但是呢不會有結果。然後呢，我覺得川普如果聰明的話，就轟得很厲害，然後呢平安崩嘞，不要夾嘞，就撤退了，這是最聰明啊。如果這樣還不善罷甘休的話，那我建議我們全國親愛的股民們就減量經營了。川普今天又講了說，伊朗要在荷姆茲海峽收錢，美國去收才對，他要去收錢。哇，他覺得滿腦子都是錢啊，搶石油啦，搶黃金啦，搶錢啦等等。來，方欣。
現在美國跟伊朗正在進行膽小鬼遊戲啊 ，Chicken Games， 看看誰會退啊。那坦白說，川普已經退了很多次了，他的最後通牒已經3次延期了。原本3月21號說48小時，3月23號說5天，5天之後的3月26號又說延10天到4月6號，現在再延1天，4月7號。我不知道川普會不會他再發展他的那個 tackle， 然後繼續的退，因為這件事情如果他退了，不是對我們來說，所有的戰爭都是你引起的。那你只要退了，好像戰爭就結束了。可是对美國來說，沒有那麼樣子的簡單，因為退了之後，將會是他這個霸權地位快速倒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點。好，那我們這邊就要來講，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話，上個禮拜川普已經改口說，這荷姆茲海峽有通過或者沒有通過，有沒有自由通行，跟我美國沒有關係。上個禮拜4月1號的那個演說20分鐘當中，他說我們沒有這個油是從荷姆茲海峽進出的，所以跟我們沒關係。要用油的國家自己去打通荷姆茲海峽，那麼你們勇敢的直接的走，你们就不要怕，你们就走就对了。当他說他不要管荷姆茲海峽的時候，他是真的有可能拍拍屁股走人的。那可是從4月1號到最近這2天，他從禮拜天開始的發言就說打通荷姆茲海峽，甚至於不惜爆粗口，打通那個該死的荷姆茲海峽。他為什麼開始又念茲在茲？這代表的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沒有辦法在沒有打通荷姆茲海峽的情況之下離開，因為沒有打通的情況之下，請注意2月27號之前，荷姆茲海峽有人管制嗎？沒有，它完全是自由通行的。那麼從開始戰爭了之後，它才變成伊朗管控。所以如果說荷姆茲海峽它沒有打通，而伊朗就成為了這個地方的霸主的話，現在不是每一個國家說我要買油哦，拜託你伊朗要放行，不是這麼簡單哦，還必須要看你跟什麼國家買。如果你是跟伊拉克買，沒問題，伊朗說可以放行。可是如果你跟科威特呢？現在看起來科威特的油輪，如果目的地是中國大陸，照打不誤；卡達照打不誤。所以他的心目中這邊波斯灣的這一些生產石油也好、天然氣的國家，它是有分敵有友的。阿曼是他的朋友，所以我說我跟阿曼一起來協商這個荷姆茲海峽如何的管理。可是卡達不是哦，阿聯不是哦，沙烏地阿拉伯不是哦，科威特不是哦，巴林不是哦，所以他一直在打這些國家，而這裡面就清楚的看到敵我，他其實區分得很清楚，所以這也讓全世界的原油供應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困難。我們現在假設一個狀況，如果最後川普退了，因為川普其實是有時間壓力的，因為他開戰之後60天必須要經過國會的同意，也就是4月底，他其實就必須要經過國會同意。那麼，如果他4月底真的沒辦法再打下去，那麼伊朗控制了荷姆茲海峽，而且伊朗現在呢採取非常有秩序的管理方式。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荷姆茲海峽我們說很窄，33公里。你知道伊朗甚至於要求必須要走最狹窄的北路，就比較靠伊朗的這邊，在靠近伊朗的這邊有一個最大的島嶼叫做奎西姆島嶼。然後，另外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島嶼，叫做拉拉克島嶼。在這個奎西克島嶼跟這個拉拉克島嶼的中間有一條狹窄的水道，它要求所有的船只，如果我同意你要通過，你必須走這個狹窄的水道。所以現在沒有一艘 LNG 船可以通過，因為那個水道太窄了，所以 LNG 船根本沒有辦法去走。這就是現在的 Chicken Game。你要不就是川普退，那伊朗我其實判斷他是不會退的，他的不會退啊。剛剛提到說有伊朗的官員呢，說呼籲年輕人啊，然後一起去包圍這個電廠啊，一副要做人肉盾牌的樣子。請注意，他是叫做什麼官員？他叫做青年與體育部副部長拉希米。伊朗有神權的統治單位，那革命衛隊是這裡面的最重要的軍事力量。它有文職，從總統啊、外交部長啊，這些都是文職單位。文職單位當中的，我相信在政治上面發言分量相對比較輕的青年與體育部副部長，他都要表現強硬。他其實這是一種表演。他要表演說我們就是強硬的，所以當他的文職的、軍職的、神職的人員都表現強硬的時候，我不太相信伊朗在這種情況之下會退。
另外一個指標是，其實伊朗有一位前外交部長，現在在伊朗大學教書的一位前外交部長，他叫扎里尼。他前2天呢，他在外交事務期刊，就美國的外交事務期刊發表了一篇這個文章，然後提到說，伊朗可以談判，但是它裡面有一個前提，伊朗要以勝利者的姿態來談判。所以在這個談判當中，核農作業可以談。然後呢，這裡面的戰爭停火可以談，但是荷爾木茲海峽的管理也要談。那什麼叫做管理也要談？就是我現在伊朗已經跟阿曼講好了，我跟阿曼來負責管這個海峽。所以如果說今天這個海峽從此由伊朗跟阿曼來管理，美國就再也不是這個地區的老大。當美國不是這個地區的老大的時候，美國承受的最大壓力是石油國家不需要再用美元來計費，那石油國家不需要非取得美元不可，他們沒有取得美元，就沒有需要拿美元去投資美國公債的義務。請注意最後這一段，美國它不缺油，但它最脆弱的點是美國公債，所以這是一個 chicken game。如果升級的話，全世界的經濟會再進一步的遭遇到衝擊。休息一下再回來。好，美国 F-15呢被监视飛彈，就是可以移動背在肩膀上的飛彈打中。那2個飛行員有一個開始說不見了他說自己爬到2000公尺的山洞裡面縫裡面躲起來。川普說是美軍故布疑陣才完成了搜救放出很多假的訊息假的訊號等等發動多少飛機去救呢？發動176架飛機去，組成一個空中艦隊兵分7路，但是只有一個是真正目標，就是救那個飛官但其他呢都是故布疑陣讓伊朗也搞不懂以為是在那個地方，就沒想到這裡那美國炸了28個大的坑洞然後呢說把伊朗追殺的道路呢把這種切斷。F-15墜落處驚見巨洞那另外呢？川普呢說他管不住他的嘴了因為呢他的將領警告呢說你不能把戰爭機密講清楚嘛，什麼176啦你看有A10這個攻擊機啦有 HC-130搜救機啦然後呢這個 HH-60 6棟的快樂綠巨人直升機等等等等。各種飛機，你這是講那麼多幹嘛？你講那麼多，讓敵人都知道我們出動哪些飛機等等，這是軍事機密但川普管那麼多就講了，吹牛那他要不惜代價，因為一方面老美對於被俘虜的或是在敵後的都努力的救，這是他的傳統因為這樣的話讓這個作戰士兵能夠知道說最後呢這個他們還會來救我。第二個是如果這個飛行員真的被伊朗俘虜了，然後呢在那個電視前面去講一堆這個罵川普啦，不應該啦，一大堆，對美國很丟臉的事情，說怎麼樣都把這個人救出來。所以呢，但是伊朗質疑，說是障眼法，說為什麼派那麼多飛機去，要順便探勘到底農作物在哪裡，然後呢，將來怎麼去把農作物搶過來？這伊朗的判斷那另外呢，說一開始有一個媒體報道說美國這個 F-15E 呢被打落以後呢。有一個空軍軍官在伊朗失蹤，川普說誰講的？為什麼你不會說2個失蹤？為什麼不說都沒失蹤？為什麼說有一個失蹤？到底誰告訴你有一個失蹤？誰泄密給你的？一定軍方告訴你的，否則你怎麼會知道呢？所以呢，你如果不說來源，我就把你抓去關。這通常媒體是不講來源的，但是呢，川普說是牽涉國家機密，非講不可然後呢，現在。《紐約時報》說：“這麻煩了，川普現在把這個人救出來很有信心，我老美什麼都可以做，就算掉到你境內，我都可以兵分7路把他救回來。”伊朗現在很有信心，說：“你看看，你老美飛機，我監視飛來把你打下來。”說雙方這信心都爆表，這就麻煩了。假如說一方沒有信心，一方很有信心，或者2方都沒信心，這戰爭還比較容易結束。所以呢，
他們認為戰火可能會這個程度會升級，危險會升級。來，不要講。我會認為說，這個永久的停火，在现代美伊戰爭來講，可能是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伊朗是希望永久性的停火，他希望說未來美國不會再攻擊伊朗，那他們會因此會做出一些讓步。但是對於美國來講，一方面是說美國現在認為他們的實力高漲，他們有機會超176，感覺起來真的很像未來可能2-3年之後，好萊塢可能應該拍個電影，說拍176架飛機。可是，其實想一想，拍176架飛機，這中間花的經費到底有多高？那這樣，如果每一件事都是這樣去做的話，那美國美伊戰爭這件事情對於美國的經濟會有多大的影響？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必須要講說，今天晚上，我覺得應該是今天晚上，美軍的空襲會特別的猛烈。因為如果是明天早上他要霍爾木茲海峽如果要開的話，今天晚上他們必須做出一些 deciding attack， 就是一個能有決定性的攻勢，才能決定掉這些事情。那如果今天晚上他們沒有做出決定性的攻勢，或者攻擊的效果不如預期的話，可能我們會再等2個禮拜，可能川普就會改說我們在 This another 2 weeks， 在2個禮拜之後。而現在很明顯的，如果說現在馬上要停火，老實說，我個人認為是相對悲觀，因為美國或許想要停火，可是他們沒有人可以談。老實說，如果說我們要去談判的話，一方面我們兩邊要決定說這個狀況談與不談來得好，另外一方面我們要找到窗口，兩邊可以來互相談判。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現在在伊朗政府或伊朗高層裡面，親美的還是跟親以色列還是希望能坐下來談的人，可能都被斬首行動已經全部都殲滅殆盡。就算沒有被殲滅殆盡，那可能說現在如果有人站出來說，我來代表伊朗跟美國談，也難保說他們現在這個9000萬充滿仇恨的民族會不會對他背後下毒手，這是我們必須很現實考慮到的。如果說現在伊朗人說我主要去跟美國談，會不會被憤怒的伊朗人認為你是賣國賊？在如果沒有任何溝通的情況之下，沒有任何互信基礎情況之下，這很有可能是造成談判困難很重要的一點。另外一個就是伊朗也目前知道說，原來美國也是有弱點的，那我們要測試我們的極限，不是他們能夠承受的極限，而是他們運用不同籌碼的極限。甚至這樣來講，赫姆茲海峽現在他們發現封鎖赫姆茲海峽，獲得赫姆茲海峽的控制權，遠比拿濃縮鈾有核武來的有效。而且這一掐之後，不是只有美國會來跟你談，全世界都會來跟你談。這就代表說，現在在美國的狀況是，他們想要和談，但是他們不知道怎麼和談，而且。美國有另外一個剛剛趙先生可能沒有注意到，美國有另外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他們不跟恐怖分子和談。那伊朗未來他們的走向會不會說我現在不對稱作戰到最後面，就是用恐怖分子方式跟你做攻擊？那時候美國就更難下了台，因為這是跟美國過去一本基本的國策完全不同。昨天我記得好像有100萬桶的原油已經通過赫姆茲海峽到達馬來西亞。那這個就代表什麼？就變成是說，在美國的控制之外，還是有其他國家願意跟伊朗來談。那這個油是哪裡來的油？這個油是來自伊拉克的油。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知道的是，對於這個 sanction， 也就是對於這個赫姆茲海峽這個禁令，不是完全什麼都不能過，而是美國跟伊朗的不准過。那沒有美國跟以色列的，對不起，美國跟以色列不准過，伊拉克的石油可以過。那馬來西亞的石油可以過，所以現在不管是中國、印度還是其他國家，急着要去跟伊朗談，因為他們不希望他們自己被封鎖。所以最後面的結論其實很簡單。美伊戰爭打到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一個所謂我們當初一直在 on paper， 就是在理論上一直在講的所謂多極化控制的國際社會，不是單極化，不是 American First， 而是多極化國際社會正在因為這次的美伊戰爭正在快速的成型，而所有在多極化的全球社會裡面的國家，只要做到一件事，知道你自己有什麼籌碼，而且控制好自己的籌碼，就能在未來的全球競爭裡面有自己的角色存在。他不是前一陣我們講嘛，他所以已經5個國家，包括馬來西亞等等，跟他談了，跟他談好了。中印、巴基斯坦、菲律賓、馬來西亞。对。那另外一個就是老美對搶救哈，他基本上原則就是當有可能被俘或者在敵後的人，我想辦法搶救。記得以前有一個那個電影蠻有名，叫《搶救雷恩大兵》嘛，哇，那就是整個哈，因為這個非要把他救出來，那用多少人力物力，有點像這個
前2天去搶救美國這個飛官，這樣呢一定會拍成電影啊。我們看一下。伊朗士兵朝低空飛行的美軍直升機開火。伊朗公布最新畫面，試圖利用掃射防止美軍救回同袍，還在擊落的美國軍機殘骸中翻遍遺留物品，甚至倒掛美國國旗嗆聲。不過激烈交火中，伊朗4名軍官喪命，美軍成功救出飛官。 This is a rescue that's very historic. It'll go down in the books. Late, you can't really do this because you send in 200 men to pick up one. 不惜成本救1人，川普透露救援行動分2次，先派21架軍機進入伊朗空域低空飛行找人，第2次大規模動員155架軍機，包括4架轟炸機、64架戰機、48架空中加油機與13架搜救飛機，並且固步一陣。CIA executed a deception campaign to confuse the Iranians, who were desperately hunting for our airmen, still invisible to the enemy, but not to the CIA. But a filled promise made to every American warfighter that you will not be left behind. We will always come find you, and we will always bring you home. 史上最難敵後救援，川普坦言有點運氣，有上帝幫忙，還大讚精彩到可以拍電影。但是不滿搜救初期有人洩密，因為媒體報道前，伊朗根本不知道有美軍失蹤在境內。We're going to go to the media company that released it, and we're going to say, national security, give it up or go to jail. 伊朗方面反稱美軍救援只是想掩護奪取濃縮鈾。美方情報顯示，伊朗不止活捉美軍夢碎，更因此感到被羞辱。來暐瀚，這個 F-15的搜救啊，全世界關注，對伊朗、對美國來講都很重要。為什麼？因為美國人非常慶幸把這個飛官救回來。如果沒有的話，剛剛主持人也講，那會是什麼狀況？他可能被迫在大家面前要錄影，要講什麼，甚至有更殘忍的事情發生。所以川普很高興，終於救到他。可是他很不滿的是說，為什麼消息會被洩露？好，這個等一下我來跟大家說。先講第一點哈，就是 F-15它被擊落這個事情，其實雙方的說法不一樣。美國並沒有講它是被什麼東西擊落的，而且已經打了5個禮拜了，美國的 F-15戰機或其他的飛機並沒有在伊朗境內被擊落。過去5個禮拜，伊朗沒有這麼做，是因為飛機都沒有進去嗎？所以伊朗是不是得到了更先進的武器？從哪裡得到？這是一個問號。第二個，伊朗方面講說我是用肩射的武器，就是我扛在肩上打，那個距離有限，所以表示那個 F-15是非常低空的飛行。那他當然在做什麼？他為什麼要低空飛行進去？因為照川普先前的說法，整個伊朗境內所有的發射井都被破壞了，他已經沒有防空能力了。我應該如入無人之境，我幹嘛要低飛呢？好，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對這個是存疑。伊朗說是肩射，可是他未必是。第二個，為了要去救他哈，那過程當中大家這2天看到報道，他有發送訊號，他躲在那個崖縫裡面啊，很厲害等等的。但是你為了去救他，第二個不合理是我所看到的，因為他出動了很多的飛機，但是其中有2架是載着特種部隊的這一些特戰人員的 MC-136J。我們台灣有136是 C-136，它是 MC-136是更先進的，它是專門在美國現在目前最厲害的特戰部隊去的2架。觀眾朋友，136是非常安全的飛機，4個螺旋槳，即使壞了2個，我還可以再用2個；即使4個都壞了，我都還可以滑行。結果2架都壞掉，就是帶着特戰人員進到伊朗要去執行救援任務的時候，救到人了以後，飛機壞了。對。是還是飛機被摧毀了？好，觀眾朋友，問題就來了，飛機是自動壞掉嗎？這不太合理，因為這是最先進的飛機。然後另外還有2架直升機，可能是黑鷹，他並沒有對外說2架戰鬥直升機，2架這個 MC-136壞了，所以呢，我們沒辦法把它帶回來。我們救援成功了，可是人回不來怎麼辦？趕快繼續出動其他的飛機。然後最後為了害怕這個飛機的機密被伊朗掌握，所以在離開前把它全部炸掉。那所以看到的是殘骸嘛？好，那問題就來了，他是自己炸的，還是真的就如伊朗說？因為伊朗說直升機是被我們的這個憤怒的伊朗人民給打下來的。好，所以這個說法又出現歧義了。第3個就是新聞媒體的部分啊，因為這個是現在川普才講，川普說他非常生氣，有人公布了後座的這個就是飛行員還沒有找到。他說，因為這樣，所以造成了伊朗在收山，他到處去找，想要把這個人抓到，所以他最後要去救援的時候，才要把整區的那個可能去到他的那個定點位置，方圓幾公里的這個地方，完全用這個火力的方式，把道路都全部都炸毀，然後才趕快去救。
那誰講這個？現在目前知道呢，好，現在媒體訊息出來，第一個可能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以色列記者啦，好 Segal。那他為什麼會知道這個訊息？他已經初步告訴大家，身為記者的天職，不洩露消息來源，他不講，所以後續會有一些爭執。第二個，如果是美國，因為這是從美方才知道嘛，美方有誰會露出這個消息？是希望一定要去救，還是希望這個戰爭趕快結束？如果有人是反對川普這麼做了，把這個重大的挫敗啊 F-15被打下來了，然後飛行員還找不到，可能會被俘虜的訊息釋出，所以誰把消息透露出來？確實啦，我不知道最後這個記者會不會說啦，因為他已經講他不講了。我倒是對於洩露這個訊息的人，他的原始動機感到非常的高度的好奇。謝謝大家回來。